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聊一团的5位老师。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让我们一起健康发展，科学恋爱。大家好，我是吕阳。好的爱情应该是像每一天都写下的一封家书，即便是朝朝暮暮在一起，也有写不完的牵挂、惦念和深情。大家好，我是严品红。信任是爱的基石，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大家好，我是雷鸣。爱情啊，不用美化，也不用悲观，能过日子的爱情就是好爱情。大家好，我是曲伟。幸福在于接纳差异，而非强求一致。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来到节目组的嘉宾遇到的怎样的困惑，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李24岁，来自河北，汽车销售；小薛24岁，来自河北，护士。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最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他很花心，频繁的和异性接触，对我现在特别敷衍，当初的承诺他一点也没有兑现。他对我要求太多了，还较真儿，爱耍脾气，我时时刻刻都得围着他转。对于这段感情，你有什么需求？我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恋爱，因为我有感情洁癖，但是他无视，不当回事儿，他还倒打一耙，说我事儿多。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不对，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和处境。这要是不改，再相处段时间，我真都得疯了。哎呀，这听起来有点严重呀！女方觉得有感情洁癖，那说明对方惹了你的洁癖了哈。但男方又说再这样下去我就疯了，听起来好严重。发生啥事儿了？这段感情里，就是感觉特别的累，特别煎熬。就是他很爱计较，让我感觉到抑郁，快疯了都。哎呀妈呀，计较啥了？你说说。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很多男生，也有很多女生，他就看不到男生，他全是女生。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是做活动策划工作的，就是出去商演，需要舞蹈团队有2个领班，结束之后都饭点了，然后说要去请我吃个饭。那我一想呢，这也没啥呀，都是这个领域的，拉近关系呗。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女生呢，家里这有事就走了，剩我们两个就继续吃呗。吃饭的途中，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2个之前就约好了去看电影，结果呢有事走了，剩我们2个，电影马上开始了，电影票大几10块钱，那也退不了，邀请我去看。我一看这电影还可以，也挺想看的，然后时间也不晚，之后也没什么事了，我就去了。然后他就觉得我俩有啥。老师，你听听，怎么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啊？我看就是那个女生的朋友，就是看他们2个有意思，故意撮合他们2个，给他们2个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为啥就非得跟那个女生去看电影呢？哎，你咋发现他和那个女孩看电影了？就是有一次我看他的手机发现的。我确实没跟他报备，但是我觉得这都工作的事儿，我俩就微信聊天也全是工作，没有任何东西，可能就是感觉他们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出去吃饭看电影好几个小时还聊不完呢，回家还非得发消息，就哥呀，一听就是个小夹子。那只不过是把这事儿放大了。不是，你现在先给我们也汇报一下，谈工作这肯定没问题啊。那你跟一个女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单独去看电影，这合适吗？当时也没什么事儿，他还在上夜班，我觉得也没啥事儿，想那么多，我也没多想，就去了吧。没啥事儿就能跟一个小姑娘去看电影，这合适吗？问问这个小姑娘，我觉得不合适。你男朋友呢？你觉得合适吗？我觉得还可以。完了，你俩离分不远了，行吧？男生们都觉得还无所谓是吧？对，还对。哎呀，你待会儿就挨收拾吧。不对。对呀，你回家干啥不好呀？就非得跟他看电影，那电影那么好看吗？我没有那么多想啊，我觉得就去了就看上电影。你就得多想一点，这事咋能不想呢？这后来被女朋友知道了，怎么解决的？就因为这件事吵架嘛，拧不过。老师，我跟你说，工作我都换了，我现在去卖汽车去了。就他那个工作换了跟没换有什么区别呀？就是换汤不换药。他现在私底下跟那女客户联系的更频繁了，而且还互相就是分享什么短视频呀，各种搞笑视频。那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女客户吗？有呀，有一个40多岁的姐姐，单身离异了，然后呢就是保养的还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女生可能对她有意思，那个姐姐人对我没有意思，就是而且还开车，他还开那个女生的车送那个女生上下班，然后呢那个女的还招呼她一起去吃饭，吃晚饭去她家里边。我跟你说，老师这么回事儿，人家在我这儿买的车，那天就是早上车一打火的全是故障灯，人家一个大姐也不懂。
然后他在我这儿买的车，他找谁就问我这车怎么回事儿。我说那具体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他特别着急。我说大姐，你就给车这个，那你就送修理厂维修去呗。他说没时间。这大姐是你觉得对你男朋友有动机是吗？有动机。什么动机？我有一次就是看他手机，那个大姐给他发微信说：“弟弟，你跟我在一块儿吧，我让你少走10好几年弯路。”人40多岁是吗？40多岁了，24。这事儿不能胡说啊！这事儿不能胡说。你跟我在一起吧，这个不能胡说。我都有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我都带来了。老师你们看看，你们看。这是啊，请他吃饭，这也没什么问题吧？没有我没有去吃饭。你看下一张啊，还有呢，他还让人少喝点儿。大姐说了，我喜欢和你聊天，你应该能感觉到吧？你感觉到了吗？不是，他下头那个动画，我对你感觉他不一样啊。还有呢，你看这大姐就说了，你跟我混吧，我让你少走几年弯路。他也没有拒绝这个大姐。我拒绝了。他拒绝了。那这是我的客户，我没有办法说明确的。他明确的表达了，说我还想努力。然后他这是又没接受又没拒绝，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然后他说那啥聊天记录有，我说就直接就说我在忙，是吧？我也没继续往下聊。反正这个至少能证明这大姐对你确实有点超出了这个客户的这个意思，她想让你别努力了。但是我拒绝了，我不想。所以女朋友看着这个也不太舒服是吧？很不舒服。但你相信他俩没啥吗？我不相信。为啥不相信啊？因为那个大姐总叫他去吃饭，而且呢，他也不拒绝。就是虽然说就是你是想让那个大姐帮你介绍更多的客户吗？我觉得客户嘛。他帮你介绍客户吗？这客户的东西有老带新，人家可能身边朋友说买车也可能找我，他是我的客户，我不能说人家在我这买回车我就不搭理人家了呀。他知道你有女朋友吗？这个很重要。大姐知道什么呀？这大姐都这么说了，他都不告诉那个大姐他有女朋友。那他咋知道的？我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没在微信上，他买车的时候会问我呀，我说有，只不过是他不知道，可能是聊天记录里我没有说我有对象，然后他就以为我没说。我觉得他就是在狡辩，而且刚才那个截图确实觉得他是在委婉的拒绝了呀。对，你不信吗？他不信，就是因为不信，每天都会跟我。他要是不想努力了，现在就没有你了，姑娘。哎，行，咱除了这个异性之间的边界，这女孩有点不满意，至少是哈。那其他的生活上呢？就是特别的较真儿。怎么讲？较成啥样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无时无刻我都得需要照顾她的情绪，就是不照顾不到就会生气就会耍。但是在医院工作，就是在医院每天就会看见悲欢离合多一点吧，就是心里有阴影，他就喜欢在网上买书，买什么书？买关系都是心理学的书，他自己不看，然后给我看，然后让我看完书的时候对他进行一个疏导。那我上学我看书就看不进去，现在让我看这些，这不对我来说这不天文吗？那他是我的男朋友呀，我心里有问题了，我想让他疏导疏导我。这怎么了呀？他就不乐意了。那我要是让别人疏导我，那他又该不乐意了。我疏导了，在他的心里没达到那份就是舒服感觉，就是不行。平时我也有点细节控，就是我心思比较细。工作中呀，受到委屈了呀，我就想跟他说，想跟他倾诉呀。他每次都说他很忙，就敷衍我，拒绝我。那我没地方宣泄呀，我就只能在朋友圈呀，或者是就是我的那个跟朋友呀，就是宣泄一下。他每次都当做没看见一样。他从来不会关心我，不会问我。老师，我跟你说，就是啥呀？就是他发这些东西之前，不管我忙成什么样，只要他发了，我第一时间就得回复。那你看见了没有？到底我没看见吧？那看见他是第一时间就得去，不去就生气。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微信聊天跟他的就必须得置顶，然后朋友圈啊就是合照啥的必须都得有。然后这件事我也跟他明确就是表明过，我说我是干销售的，你也知道现在就是每天我会去加很多人。我不发咱俩合照，我只是想在朋友圈保留自己一点隐私，就这些就不行。老师们，你们听听看，谈恋爱和工作冲突吗？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总不在朋友圈发我俩的合照，那别人都以为他没有对象。你看那个大姐不也是吗？我觉得他就是在给自己立单身的人设，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女朋友。你是在立单身人设吗？并没有，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你就分出2个工作号和生活号不就完了吗？朋友啊、同学啊、亲人啊、女朋友啊，大家是一个号。工作上做销售认识这些客户们是一个号，不就行了吗？他其实就是对我不信任。你听我往下说，还有一件事呢。你得想办法让他信任呀。我那次去北京出差了，他招呼都不给我打，就下班之后就直接去北京找我去了。
马上就到了才跟我说，就说是到这里找我来了，要逛逛夜街去玩一玩。我说你也不提前跟我说，我这马上就是正好是晚上，我要跟客户出去吃饭了，那我事前也不知道他来呀，我说等等吧。这一等了大概有2小时就不行了，就急了。然后那你说一个小女孩在外地，我也不放心，然后我这边工作也没忙完，然后北京正好有一个特别好的，从小我们就认识特别好的一个兄弟，他之前也见过，我想让我们兄弟先去找他，陪他待一会儿。那我觉得这样总比他一个人在外地大晚上自己晃悠强啊！不行，他还好意思说呢，他让那个朋友，他让我们2个就是单独出去逛，让那个男的陪我逛好几个小时，那我们2个都尴尬死了，他还让我领他的情，这我咋领他情啊？主要是不提前跟我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因为这个人我从小我们就认识，特别好，而且我们之前吃过饭的，他也见过，没有说什么是陌生人。哎，你这兄弟对你的女朋友评价怎么样？挺好的呀。哎，那你的闺蜜呢？对你这男朋友评价怎么样？不太喜欢他。为啥？就是我不是总在朋友圈就是发一些我比较生气嘛，闺蜜就问我怎么回事啊？那我肯定就是我当时也比较上头，情绪比较大，我就跟他们抱怨呢，我说他哪不好呀，然后就跟就是很多女生都聊暧昧呀，暧昧不清啊，那他们可能就是通过我就是带给他的这些情绪就不太喜欢他。我感觉老师最主要的不是这样，重要的是啥呀？我是现在是汽车销售嘛。她闺蜜前段时间要买车，让我给推荐性价比高的车型。那我这一想，我也不是干二手车的，我哪知道那么多车型啊？那我觉得是吧？她的好闺蜜既然说了，那你就帮忙吧。那我对我们店的车肯定是了解呀，而且性价比挺高，我都跟她对闺蜜就是推荐。那这一推荐，人闺蜜相中了，就要敲定了，就要谈价格。那行，谈价格的时候吧，我把价格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什么赠品呐，什么脚垫什么包围啊，我也全送了。就是然后他不满意，说价格不行。但是在这个之前，我已经事先表明了，我就是个销售，是吧？只能降这么多。他不信，就是话里话外意思，我好像挣她闺蜜钱。到最后我忙来忙去，跑来跑去的，人告诉她闺蜜不买了。本来不就是吗？在她这儿买跟在别处买一个价格，而且呢还搭她的钱儿。那我闺蜜在她这儿买车便宜好几万，那说出去我不也有面子吗？人是活的。规矩是死的，那她为啥就不能变通呢？你看她到底是跟我真心的，是跟她闺蜜真心的。她说我不帮她忙，而且她是不了解这个行业，哪有说给你便宜优惠好几万呢？那有找到比她这价格更低的吗？没有啊，只是觉得她这个不是最低。我觉得她不是真心想帮我啊，所以你总结下来就是男朋友对你不够关心啊，和异性边界不清，对，也不太关注你的这个情绪和工作上的一些委屈。对，是根本就不关心啊，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和他分手的？我要跟他分手，我们2个在一起差不多1年多了。一开始他说把我当成天上的星星、月亮，就是说他无限的包容我。现在呢，就是他说我脾气大、事儿多。哎，那你对他好吗？你关心他吗？我很关心他呀，我觉得我很关心他。比如说呢？我每天都会关心他，就是中午吃饭了没呀，或者是。就是穿衣服穿的好不好呀？就是他在工作中有没有受到啥委屈呀？情绪价值这方面有时候是提供，但是赶不上他的作。对，因为我每天也很忙，我觉得我不作呀。我也在外面天天的我需要陪笑脸，很多就费很多话在外面，就是干这份工作。我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是一个恋爱需求感特别高的女生，他也知道呀。恋爱什么感？需求感呀。需求感，要高质量的爱情哈。刚才说，哎，你理想中高质量的爱情是什么样？那肯定是得比一个人的时候好吧？我现在跟他谈恋爱2个人，就是感觉还是我自己，我干啥都没有人管我。哎呀，所以这2个人恋爱，这个过出了一个人的孤独感哈。哎，对，那这个感情还要不要继续呢？我们这对小情侣，你们有什么建议？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姐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姐姐心思特别细腻，然后我觉得作为男朋友，你应该多给她一些关心和在意，但你表现的就经常以工作为先，所以建议他们。我建议，我支持这个姐姐，分了算了。我比较挺这个兄弟，因为能看出来，就是男生在这个社会上行走，还是有很多人情世故的。就是我感觉就是一句话，对的人应该站在你的前途里，我肯定挺你的。哎呀，你俩做好兄弟，他俩做好姐妹，咱们各走各道也挺好。行，你俩也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你很喜欢联想，其实你男朋友也没有那么帅啊，比他条件好的，比他帅的大有人在，就都那么好吗？非得喜欢他不行了，就得爱他，跟你一样啊。
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你如果既然觉得他好，那你就要相信他是个完全的好，而不是说你一边享受他的好，你一边去质疑他，一边你要去控制他，一边你要去占有他，这是不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们的事业环境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偏销售型的岗位，他注定要出去跟很多人打交道。他如果不与人打交道的话，他随时可能会被优化掉。所以他的事业环境决定他必须要跟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的人，就是任何有可能有机会的人打交道。首先他要养活他自己，其次他才是你的男朋友。你这个女朋友她是那种小公主类型的，她又想要你当王子，又想要你当骑士。你看你之前已经为了他把工作辞了一次，他对你并没有这个感恩之心，他并没有觉得说因为你丢了饭碗，就他并不会因为你为他的一再的妥协而感到心里有一份感恩，或者有更加的深刻的情感的寄托，没有。所以你们俩情感模式是不一样的。而且我首先还有一点就是，我是绝对相信他说的，就是他确实帮你闺蜜把那个折扣做到最低了，因为这个你确实不是要说他只是一个销售，他的权限是很有限的，他真的最多送你2个什么枕头啊，什么垫子之类的。但是你还是会主观的认为，就是这个女生会主观的认为你没有帮我，是因为她有她的尺度，她有她的这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如果说一定要在一起，可能5年之后、10年之后的那个你会更加的适合他，而且你们俩彼此其实都需要那种引导型的、引领型的恋人，你们俩彼此都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好了。我问一下，你既要求你的男朋友跟异性之间保持距离，又要求你的男朋友在哄女孩这事儿上业精于勤。我不是要求他和所有女生就是完全不来往，他得注意边界感呀。他做了什么没有边界感的事儿？是这样啊，我对你的感觉是，你可能不光在跟自己诋毁你的男朋友，你也在跟你周围的人诋毁你的男朋友。这不叫诋毁啊！想象，消极想象，行了吧？我们刚才看了他跟那个女客户的聊天记录，他拒绝了。他没拒绝。他认为拒绝了，我们也认为拒绝了。你说他没拒绝，他就没拒绝。然后呢，你跟自己说他就是个不忠诚的人，然后你跟周围的小姐妹渲染他就是个不忠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必要对你保持忠诚吗？我对你保持忠诚，我是个不忠诚的；我对你不保持忠诚，我还是个不忠诚的。你告诉我，我对你保持忠诚的必要性在哪儿？那他这样做就是对的吗？不是，我偷你东西你骂我贼，我不偷你东西你还骂我贼。那有没有可能只是他还没有偷成呢？行嘞，已经开始针对未来进行消极联想。姑娘，有些人是伺候不好的。一个现在认定我不忠诚，告诉周围所有朋友我不忠诚，认为将来我有很大概率不忠诚的人，我问一下你，我向你保持忠诚的必要性在哪儿？我不知道。对，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忠诚？因为我势必就是个坏人喽。这是他不忠诚，还是你的认知跟我们不一样？如果说你今天拿出一个证据，啪往这一摆，他就是不忠诚了，我们都不会针对你的，就是需要一个实锤。好吧，你要真是这么理解也行。所以现在我觉着吧，小李是吧，是这样啊，我相信你是爱他的。如果你想继续爱他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在这种误解当中继续保持你的爱，我尊重。但是可能呢，你在他眼里就是个不忠诚的人，明白？而且未来都是。明白。我支持你们继续在一起，但是我不认为所有人都能伺候得好，有些人伺候不好，属于他活该。我还跟李老师观点真的不一样啊！我觉得可能今天因为场上女生带着情绪，她说的这些都是男生让她觉得有可能他对我不忠诚的事儿，带着情绪在说。但是为什么相处1年多，人家一个小护士兢兢业业工作，认认真真生活，就会对这么一个男孩产生了这么深的误会呢？无风不起浪啊，他不是没有判断的，他不是天天脑子就栽在说这个男生我就想象他不好。一定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他的关注度也好对和异性交流的方式也好，长期以来他做了这样一个判断，
他也许今天没有实锤做出不忠我的事儿，但是他确实边界不清。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空穴来风。我的认为啊，妹妹，就他没有做说真的是背叛你的事儿，但是他在他做销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让你有不满意的沟通方式，对吧？那这个东西长此以往的积累，小姑娘就窜了呀。她只有20多岁，她没有雷老师50多岁男人的判断能力，她也没有文姬儿老师走南闯北，工作经验、生活经验都很丰富。她有她的判断，她没有，她难道有错吗？没错。我24岁看到你去一大姐家楼下给人开车陪人吃饭，我就不舒服，不能吗？可以。所以啊，这就是不匹配的现在的生活对情感的需求，导致就不愉快啊。我是支持你的妹妹，她就是做出让你不愉快的事儿了。那既然这样，我觉得你找一个能够和你的24岁年龄和你的世界观相匹配的人，或者情感状态，他肯定不会给他的这个男患者说，哎，那个大哥，你随时给我打电话，你哪里不舒服你问我，你一定不会，对吗？我不会。当然你的工作方式也不需要这样，因为你不是销售。所以我想说的是，没有一定说谁就是犯了多么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彼此对感情的理解在这个年龄有极大的分歧，彼此对边界的认知在这个年龄有极大的冲突，那没有必要在一起消耗彼此。我没有觉得你男朋友特别不好我是这种观点，我没有觉得他一定就很差我觉得他也努力工作，也在尽量的关注你的情绪。你说不好，他甚至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他不能解决你对这个异性的看法，它不能解决你在工作上产生委屈和心情低谷的时候帮你一心向阳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何必呢？何必这个整场你都在数落他插这个手，数落他种种的7宗罪10宗罪，没必要。咱们就感谢彼此曾经有过一段相处，去寻找适合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人，我觉得就好。还有一点我提醒你啊，不要在闺蜜那儿去数落自己男朋友，没有任何好处，明白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也特别有意思。一个24岁的销售，他怎么能在职场上有效的保持一个边界感，并且这个边界感是可以得到自己另外一半的认可？当一个销售啊，就是客户啊提一些非分的要求的时候，你那个拒绝的方式呢，我觉得在于你这个年岁来说不错了。当然你有提高的地儿。你跟那个大姐吃饭了吗？去了没吃成。我去的是因为是车友会，那大姐只是车友会的一员，我也是这辆车，我也有这辆车，我也是这辆车的车主，而且我是这块的销售，所以我去的。然后车友会结束了，到饭店了，我又一次跟她报备，我说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好多个人，只不过其中有这个大姐，我跟她又报备一次，我到饭店了吃个饭，这会儿就恼了，就不行，找个理由我就走了，饭我都没吃，我找她去了。那是个车友会嘛？对，车友会。如果是我，在那个时间节点，我一定不会去，因为你知道你去了就会有问题，你解决不了。好，第二，你可以跟大姐周旋，你的嘴可以甜，但你的心要明。怎么明？就是你得让大姐知道你有女朋友。你得让大姐知道你很爱你女朋友，你甚至于你得让大姐知道我女朋友很爱吃醋。那怎么让大姐知道呢？你也不必主要告诉她呀，你觉得你不合适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在自己朋友圈，你可以通过别人的嘴，把你塑造成在大姐的心目当中塑造一个我很惧内，我很爱妻，我为妻子我都能换工作的这么一个角色，怎么不可以呢？不影响你工作，反而能在大姐心目当中觉得这小伙子人品好，也没有得罪大姐，也没有驳她面子，你这样就可以既达到了销售的这个目的，又能够守住这1亩3分地儿。这是一个成熟与否的一个命题。女生啊，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事儿吗？你要做的是，你到底是要查证爱，还是要感受爱？这个信任不是查出来的，信任是守出来的。你和他的交往当中，你感受到爱了吗？有时候感受得到，有时候感受不到。但是你是在和一个24岁和你同龄的一个小伙子在谈恋爱，不是像和这么一个50多岁的成熟的男人谈恋爱。有些事儿人家能做到，有些事儿在他那个阶段，在成熟的男人阶段，人家有这个实力说不。但是这小伙子有时候在职场他就不能，他就没这个实力说不，
所以有时候你是挺难为他的。在职场和情场当中，一定是2选1吗？有的时候嫩的就只能选一个。但如果我们练习练习呢，对不对？我们真的用很多的这个技巧，学点销售技巧吧。你在职场当中怎么样能够满足客户的不合理的要求？用什么方法可以委婉的拒绝客户？学这个吧，好吗？但你心里要有个底儿。我觉得刚才有一个细节特别好玩哈，你觉得自己心里有症结了，然后你买了一堆心理学的书交给他说你看吧，你看完了给我治。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常识性的东西，就是心理咨询师啊从来不给熟人咨询，所以你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给你们2个人投炸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姑娘忠诚这个事儿啊，他再怎么说800张嘴长他身上他都说不清楚，因为你判定了他就算现在没做这事儿，他将来也一定会有这个可能。所以忠诚这个事情是问不出来的，唯一能够让他能够一直忠诚待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值得被忠诚。你们2个人现在有一点不同步，你要享受朝朝暮暮的爱情，他要用他的方式给你赢得一个爱情。他在做事业，不管他的方式是不是足够青涩，是不是完美，他在他的事业领域当中他在努力。你呢？你的事业目标是什么？我是觉得啊，不用去判断你做的事情的对与错，我只是觉得在这样一个年龄当中，你们追求爱情也好，或者想要去打拼事业也好，一定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学过志向树，当中是不是有一句话，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他想长成树，你说不行，你得回来跟我做棵草，你就守着我就行。你有遮风挡雨的能力吗？你有抗压的能力吗？他就这一辈子只跟你做棵草吗？你值得他对你一直死心塌地忠诚一辈子吗？这就是我问你，你值得被忠诚的理由。你要有你自己的人生规划与成长，你有一头扎进这个爱情当中的勇气，你也一定可以有从这个爱情当中拔腿而出潇洒转身的能力，这才是在一段爱情当中并行而立的根本。你这么要，你要不了多久。你别看他今天说我跟你解释，总有一天他不会再跟你有任何解释。所以其实今天说的这句话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你们各自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自己的成长规划。只有势均力敌并肩而行的爱情，你们才能走得长远。在这个时候消耗掉所有的情绪，对你们未来全都是在泼脏水。所以你大把青春美好的时间，要不要做这些这么内耗的事？没有原则性的问题，非要自己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假想敌，真让他找一个40多岁大姐，他去吗？他是那个人吗？他要是那个人会选你吗？如果自己都回答不了自己，那就压根没必要走下去。如果你能回答得了自己，那就踏踏实实安安全全坚定的走下去，别自寻烦恼。好，你们也思考一下，走下去还是该怎么处理。来，请坐啊，我们听听这对情侣的情况。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桃22岁，来自安徽，学生；小姨22岁，来自安徽，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处于尴尬期，因为我俩毕业要去不同城市读研，所以他提议要假装异地3个月。这段时间他不管不顾，放飞自我了，我觉得我俩要谈崩了。就是试验期啊！我本来对异地恋信心不足，这次他没经得起考验，暴露了很多问题，这让我觉得更没信心了。你对对方有什么要求？赶紧结束这段试验期吧，别坚持了。我就想好好谈个恋爱，不要借题发挥，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现在问题出现这么多，首先他要做出改变，不然的话以后也是麻烦。但他不理解，反倒说我故意为之。哎呀，其实是即将到来的异地恋带来的眼前的烦恼哈。我能问一下吗？你去哪城市读研了？上海。你去哪城市读研了？香港。这是异地，挺远的。是啊，所以嘛，就人家提前尝试这异地恋，这怎么试啊？这个你们现在在一个城市，都在安徽是吧？对对。那这怎么个试验法啊？我不知道他是从哪看上来了，因为我们大4刚毕业，他不知道是在网上看了什么电影啊，还是什么电视剧，借用那个婚前试用期，就像我们来个假装异地恋3个月，就像婚前试验期一样。
跟我就是1个月只能见1次，来3个月。现在是第几个月呀？现在是第3个月，坚持不下去了是吗？对对，在这个期间我就一直很遵守这个规则，就是1个月见1次。但我给他发消息，他就然后他呢放飞自我，跟男闺蜜额外露营、拍照打卡、吃美食，还有什么一起玩什么桌游啊之类的。不是的，老师，当时是我们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团建，然后我们就很多男生女生在一块儿玩。那个男性朋友确实跟我关系比较好，但是不只有他，还有很多人啊。然后我们就一起正常的一起玩游戏啊，一起爬山这些的。然后我和他之间也没有任何就是超过边界的一些举动什么的。但是他知道了之后就特别接受不了，然后就会阻拦我，各种干涉我。就是单指这一个男闺蜜。对。他是跟我只是假装异地恋，他就跟别人很亲密，我这肯定是受不了的。这男闺蜜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啊，吃醋了。还有一个最离谱的事，就是他和那个男闺蜜，就是把我气得要死啊！他们居然假装情侣，啥意思啊？就是在桌游上，不是我们玩那个桌游吗？就可能会有一些角色扮演，他和那个男闺蜜假装情侣。老师，那个都是游戏，然后我们当时是抽到什么角色，我们就得扮演角色。然后我正好和我那个男性朋友抽到的是情侣关系的角色。那么多人大家一起玩游戏，我不能抽到的这个角色我不满意，然后我就说不玩了。但是他知道了就是受不了，而且我们也没在游戏里面做任何情侣的事，就有这个由头而已。如果那是一个另外的异性跟他抽到了一个情侣的这么一个角色在游戏里头，你会吃醋吗？他肯定也接受不了，我肯定不爽。你看他主要是这个，这也不爽，这是一个问题啊，未必是那男闺蜜，对不对？这是试验期发生了这个事儿，试出来就有问题啊！大家观念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哈。还有什么问题试出来了？而且我们明明说好的是1个月见1次面，但是他经常违反我们的约定，就是偷偷跑到我工作或者是我学习的地方来看我，而且不告诉我，我就感觉我自己被监视一样。他就自己偷偷过来看我有没有在跟异性说话，或者是在跟异性交流，这样我觉得压力特别大。他就不能是因为想你了过来偷偷看你一眼吗？你们本身设置这个游戏就挺搞笑的，但是他这样会让我觉得我自己被监视啊，然后我就会很有压力。就你的第一反应是被监视。对，我可能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他想我来看我，就是我忍受不了了啊！咱俩这游戏玩的有点，这不也是异地恋当中会发生的事儿吗？对啊，突然跑到香港来看你呢，说明试验成功了呀。我觉得你就想要自由而已。试验当中还试出什么问题了？老师，我就感觉他就是想借这个试验期，就慢慢跟我疏远。老师不是的，我们之前就是约定了1个月见1次面，然后呢，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翻我的手机软件，各种软件翻个底朝天，就看我有没有和任何异性讲话。我本身性格比较外向，然后我又比较喜欢和朋友们出去玩，然后我也喜欢发我自己的，比如说一些出去玩拍的一些视频啊、照片，或者是出去吃的一些好吃的，我都会发。然后就会有一些陌生人给我评论，他们就会问我，哎，这个地方好不好玩啊？然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然后我一般都会很热情的回复人家。他看到了就会每条评论都点进去看这个人是男是女，然后如果是男的，他就暴跳如雷，然后就会跟我吵架。我怎么知道你和他有没有微信？老师，他在网上就是很多男生发消息他都回一下。你的意思就是他就不应该有这种社交媒体？不是，我是感觉他没必要回。陌生男性或者什么他互关的几个男性朋友跟他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热不热啊，或者那边玩的怎么样，我觉得这没必要回的呀。老师，我不觉得这是在关心我，我觉得他们只是在单纯的询问我这个景点或者是这个吃的好不好吃。咱也别这么去设想，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咱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哈。这事儿也是先讲到这儿，听明白了。哎，他要生气了的话，你们怎么处理这个矛盾？他生气的时候就会情绪特别不稳定，然后直接把我的微信、社交媒体全部都删除拉黑，然后电话也打不通，就是直接全部都给我挂掉，然后就拒绝和我一切沟通。那我觉得这样子，你反复复这样子弄很伤感情啊。那后来怎么又放开的呢？怎么又拉回来的？我是想，就是她跟她男闺蜜，比如说玩嘛，我就想我冷静一下，那你们玩呗，那我冷静就好了，你们先玩好了，我再把他拉回来，我看看他怎么讲，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态度。就你过2天自己又把人拉回来了。对。哎呀，也挺没面子。你要拉黑了，就让他来找你求你啊，说我再也不和别人聊了。男的我一律不聊。有时候是他要主动加我，有时候也是我就是冷静下来了，然后就是跟他发消息。反正也没处理了这事儿是吧？人家该发这个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还发，该回复还回复。对。你这干涉无效啊，行吧？还有什么事儿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就是热爱踢球的嘛，就是我在上次踢球的时候受伤了，就是一瘸一拐的。
都没人送我。然后那医生跟我说，就是你回去要冰敷，然后找人好好照顾一下你自己。然后我就一个人拄着拐杖，配了一个拐杖，要慢慢的拄回家。煮回家以后，然后就又冰敷啊，什么就一个人自己搞，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然后他一点都不关心我。我没不关心你啊。老师，我当时他跟我说他脚扭伤了，然后我当时第一时间就给他点了外卖，然后我还给他买了药，然后我也给他快递了一堆就是类似于保养品啊、防受伤的那些东西。我需要药和这个外卖吗？我都去医院开过了，是吧？但是这些对于他，在他眼里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做，而且我过2天就要考试了，然后我学习压力也很大，我每天分给学习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是很够，然后我确实没有办法就是去亲身去看他，而且何况我们还约定了。就是假装异地1个月见1次的这个约定在。我问一下这个男生啊，没有这个约定之前他是这样吗？还是比较符合你的心意？他也差不多啊，就本来也不怎么样。没有啊，我没有约定之前他受伤了，我也会去看他的。你刚才说了一大堆嘛，学习忙啊，这事儿那事儿多啊，所以这是主要不看他的原因。再一个，你们规定了先试验异地，对吧？主要我需要的是陪伴，老师，他就给我什么点外卖，点什么药，我去医院都回来了。那人家真的去了香港读书，你别说你脚崴了，你骨折了可能都不能陪你，咋办？那我心寒呀，我这心太寒了。那你真的有可能他回不来啊，他那边要什么写论文啊，要这个老师组织上课，他没有办法请那么长时间假，挂科怎么办？不能回来陪你呢？是可能会有这个发生。所以啊，这女生对他有什么不满吗？都是他在唠叨你了。就拿这件事来说，他之前就很喜欢踢足球，而且他踢足球也经常受伤。就是踢足球受伤，对于我们俩来说已经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了。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可能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不知道他多严重。而且我之前关于踢球这件事，我就劝过他，我说你少踢一点球，因为你老受伤，或者说你踢球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卖力啊，就别人很用力，你躲一下呀什么的。但是呢，他反过来说我不懂他，我不尊重他的爱好。他有过因为爱踢球啊，这个对你不够重视吗？有啊，就这种事很多。就之前去年520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俩本来约好了，说晚上要一起吃个晚饭，约会一下。吃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手机里面突然有人喊他去踢球了，然后他就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然后他就直接说他要去，然后我们那顿饭也没有好好怎么吃完。但是那天是520啊，他不应该陪我吗？他干嘛要去踢球呢？然后我那一天心情都非常不好。老师，这个我就有话要说了，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那么爱踢球？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喜欢踢球，足球陪伴了我就是有10几年，就是我自身也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我就是，那你就非得那天去踢球吗？那天是有情况，那天就是因为我们干足球这个事业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和当地的各个领队要打好关系，跟他们打好关系的，他们就会把一些学生啊或者送给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去培训。所以我在这方面就是人情世故方面，就是还是要懂一些，就是他不能放他们鸽子，或者就是不理他们，那肯定是不太合适。那天他们喊我的时候，我说喊他一起过去，他倒好，他嫌什么天气又热，蚊子又多。然后就不去，找各种理由推脱。我想的是，我叫我朋友盯束鲜花，就是弥补一下他。他倒好，他根本不理解，所以我就心里就很拔凉拔凉的。你最后也没去是吧？我没去啊，然后这饭也没吃是吧？对啊，我又不懂球，我坐在那儿看，我又看不懂，然后他又要踢球，又不能在旁边陪着我，那我去了我干嘛呢？而且球场上面也不是我想要的约会啊。那老师，那为什么别的就是队友，我的队友的女朋友？都拿个小板凳坐在场底下为他们呐喊诸位。你觉得他们好，你找他们去。就是呀，我心里就很不平衡，感觉很不平衡，就很难受，很不平衡。那人家还有更多的男朋友520，风雨无阻陪女朋友不踢球的呢。对呀，人家心里不拔凉的，你这。我也赔了，老师，我也赔了，但是那饭吃一半，我不就得走了吗？吃一半，所以我想弥补一下他。你们俩谈了多长时间了？老师，我们谈了1年多了。就父母知道你俩谈恋爱吗？老师，这个说来，我心又拔凉拔凉的了。咋了呢？就是因为他不想去看我踢球这件事，我感觉他就是有点不太重视我，就是他不想在我的朋友面前承认这段关系，包括在他的父母面前。就是我以为他父母都就是爸爸妈妈都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有一次他在学校就跟他妈妈打视频，然后我跟他妈妈打招呼，就留个印象嘛。然后后来就是他妈妈过来搬寝室，因为毕业了嘛，我就给他妈妈送水，然后又帮他妈妈搬东西。结果他妈妈最后给我来了一句啊，谢谢小姨的朋友，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只是他朋友，就是以后读研的时候要互相帮助啊。我当时一听，我感觉就我和我父母说了，他跟他父母就一点没说，毫不知情。你为啥没跟父母说？
老师，我们家的家庭教育就是比较传统的，我爸爸妈妈都跟我说让我大学不要谈恋爱。那你现在不是也考上研究生了吗？这个时候能跟父母说了吧？但是我想的是以后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然后把他介绍一下。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间点？比如说以后学业有成啦，或者说事业有成的时候。哦，3年研究生，在事业有成，那这10年以后了。我等不到这时候了，我马上入土了。你就开心了。那也不至于啊。我跟我奶奶从小长大吧，我奶奶每次我跟我奶奶就经常提她啊，每次都我奶奶都准备一些土特产或者什么，就是土鸡蛋什么之类的过来，然后叮嘱我把这东西给小姨，什么给她，我都带过去给她。就我很重视，她就一点都不重视。首先我确实很感谢他奶奶，他奶奶确实很关心我。但是我家庭的教育，我父母对我要求确实比较严格。然后呢，我确实不太想跟父母提前的说这些关系。等等，就是你说了嘛，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就是他现在还一事无成，达不到你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标准，对吧？而且我经常也在我父母面前说他的好话，就是我说他这个人多么热情，多么好。然后呢，我就是想让他在我父母面前先有一个正面的形象啊，然后一步一步的衬托啊。而且呢，我父母也眼熟他，他们也能感觉出来，就是我们俩的关系其实是不太一般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戳破而已。但是他就很计较，就听到我妈说的那句“哎，你们是朋友”的这句话，然后就计较的不行，然后就要跟我吵架。我就觉得他太较真了，这种事情有那么。也不是计较，就是他自己也知道现在还不够格，就是腰杆挺直的说，阿姨，我就是她男朋友，因为学业还没成，事业还没成，在你的认知里是吧？对呀，他也能感受到吗？你是要求他学业或者是事业有成，还是自己？我是希望我们俩都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的时候，然后再向父母。所以你现在不够格吗？那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够格，老师。得问你自己呢，什么时候你就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啊？他这个太泛化了，我都不知道一个具体怎么样才算有成。对，就是起码，我父母会觉得他很优秀，很好。我这还不够优秀吗？这是你现编的，不是你想的，你可能没有想过。就是3个月的试验期哈，其实试验到现在，你有点失望，是你在失望是吧？对，你呢？你也不太满意。我就想赶快结束这段试验期，就好好谈个恋爱。哎呀，你可不是结束试验期，你是马上进入正式期了，正式要两地异地恋了。那就最后这段时间不多了，我就想能珍惜一回就在一起就在一起，他非要搞7搞8的。就你不同意结束试验？是的，老师，我觉得我们未来确实要面临着这个真正的异地，然后正好这段时间我们2个又在不同的地方实习，然后我就说，哎，这个实习期正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假装异地的一个试验期啊，那我就说，试一下，然后去看看未来真正的异地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他就不能理解。你不觉得你也有点奇怪吗？事情没有发生，先提前预演，提前还预演3个月。一个正常在恋爱、热爱恋当中的人，是恨不能一天都不分开，希望分开那天晚点来。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以后走得更久啊。现在都走不下去了。走了。你们俩怎么看待他们的试验期呀？我觉得这个男生的情况跟我比较像，但是我觉得女生做的也没错，他想的也没错，就是女生的小心思。就是会比较多。我觉得他弄这种试验期，我觉得对他俩很不好，因为这样只会慢慢的就是疏远这个男生，然后她男闺蜜她会慢慢的会有一种新鲜感，她会觉得这个男生不行，然后还有一些他说的什么事业有成、学业有成什么的，我觉得就有一句话，上岸先斩意中人，真的。那你是不是也先斩我呀？上岸了？让他斩呗，他又不忠诚。他今天对你不忠诚，过去对你不忠诚，你所有的闺蜜都知道他不忠诚，将来你大概率判断他不忠诚，你还不斩他？那今天你们俩来的诉求是？我就是想结束这段试验期。女生呢？我就是想继续这段试验期，因为本来就快结束了。然后呢？那你干脆分手就得了嘛。老师，还好我上岸了。我要刚刚他讲的。上岸先斩意中人，我要是没上岸，他马上就把我斩了。老师，但是我没有这样想过，他总是会脑补一些，就是随便的想，就包括我这种想法。所以你还要继续试验期？对，我想坚持下来，因为我们这个试验期已经是坚持到第3个月了，然后我想把这个难关挺过去。不是，你是不是现在就假想他用这试验期就是有阶段、有目的的要跟你分手啊？不是假想，就是让我客观感受到很不爽了。这个现在是一些假想。或者是一些试验，那真正到了你们在异地求学的那个阶段，这样的事会比比皆是。你会怎么面对？你也要好好思考。先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我断言他们俩就是1年之内吧，至少是分不了手的。为啥？因为
有一点什么，就是这个女孩现在你一定对这个男生是有疲倦感的，但是她现在还有舍不得你的成分在。就是她现在舍不得你是什么呢？她也觉得，哎，这段感情叫什么？有8个字啊，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异地恋，就是到你们真的分开那一刻，你们心中会有一种巨大的能量和爱把你们两个紧紧的绑在一起。这个场景出现在哪里？机场，还有各自的宿舍楼下。就是到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现在你们的见面都太容易了，你们现在要见面、要牵手、要拥抱、要出去玩都太简单了。但你真正的是两个人分开之后，如果有这种感情的基础的话，他会不顾一切的拥抱你的。就是到那个时候，其实男孩才是你逆风翻盘的时候。所以我断言你们两个，因为他在香港只有1年嘛，其实这个中间只要你来回的折腾倒腾，我先告诉你会很累，一定会很累，但是你们一定会爱的轰轰烈烈，就是会很刻骨铭心。然后其实这个女孩什么情况？她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她就是家里红旗不倒，想出去看看，但她也没有要出轨的意思。所以真正的好的关系就是你现在没有关系嘛，你也很优秀嘛，你想出去看看你看看呗。那反正是个，如果你出轨了，那我们俩就立刻再见啊。那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什么所谓的空间也好啊，跟朋友出去玩也好，其实男孩就是你也可以出去玩，你不愿意出去玩，你也可以经营你自己的生活，你去把自己变得帅一点啊，然后你去创业啊，你去实习啊，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这个小女生未来再回到你身边。现在也没有离开你，我就暂时也离不开，就可以玩这种游戏的。基本上其实他的底色就是他分不开，但他想尝试一下，结果发现还是分不开，这就是他没有说出口的话。不用担心，我人家好着呢。就是你别玩这么无聊的游戏，真挺无聊的，没有任何帮助。你想出去玩你就出去玩，你想要去缓解你的分离焦虑症，换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伤人伤己的。那我们真的异地恋不是也会这样吗？宝贝儿，你们俩现在不玩这个游戏，你们俩也一定会异地恋的。你要赋能你自己，你要给自己安全感，提高自己安全感的能力，而不是去分散对这个人的注意力，假装自己很有安全感。这小桃啊，老赵，你女朋友跟你动机不一样，你女朋友的动机是等我们双方完成了学业，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之后，我们再在一起。你现在的动机，我已经把你当未来的孙媳妇儿介绍给我奶奶了，我是非你不可了。所以你们二位动机不一样，人家不是非你不可，你已经非人家不可了。所以面对同样一个规则，试验规则，人家承受力比你强。我心又凉了，老师你这么一说，是这样啊？你要连这都承受不住，你接下来还要承受1年客观异地恋。我已经快要死了，老师。所以人家试验结果很明显，人试出来了呀，你这不是一头就扎进去了吗？你可不是1年哎。他毕业回来极有可能不去上海，你们还是异地，而且他工作了，他天天面对都是成年男性、成熟男人，你更完了，小兄弟。哎呀，对呀，咋办呢？你这承受力你怎么弄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种患得患失，只会让你的女朋友对你越来越轻蔑，因为你在自我证明你的承受力有限。你在自我证明你根本没有自信，你自我证明你觉得自己对他吸引力不够，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男朋友最可爱？我就傻傻的遵守你的规则，我就傻傻的爱你的规则，1个月见一面，我就1个月见一面，我遵守你的规则，我纵容你所有的尝试。为什么呢？我有我的自信。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离我而去，我问心无愧，我对你无愧，这是一有承受力的状态啊。老师，那我能不能就是也找我的女性朋友先玩一玩？我不这么说，我要是你，我就不在这事儿上跟人家赌气，这不小心眼儿吗？这不是？这也是我跟他们玩开心了，我也缓解一下自己了。我支持。凭什么他这么做你就不能这么做呀？对啊，老师，他是一个这完了，我这恶魔上身，恶魔上身，我真的支持。我没有目的性的呀，我就说单纯的同学团建。事已至此，知道这个男孩很喜欢你，所以他在告诉他方法是什么。但我听着我就真的我生气，凭什么这么对男孩啊？
你就是知道他很爱你，不舍得离开你。换成成熟男性，你提出这个要求的第一天就不跟你好了，谁跟你玩这套啊？你考验我呢？你现在还在我身边，不珍惜咱俩在一起的每一天，你作什么妖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对待爱情呢？为什么因为他爱你比你爱他多，你就这么去欺负他呢？人家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知道女朋友很快就要去外地求学了，那恨不得一天24小时掰成48小时的陪在你身边，你就这么残酷的、冷酷的剥夺人家陪你的权利啊！你也有这个分别心啊！你看到自己的男朋友跟别的女孩特开心，曾经的女闺蜜在一起，什么扮假情侣，给其他女孩视频里点赞，跟人家聊天说你在哪儿吃呢？你玩得开心吗？你也不舒服啊！咱人心都一样。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气我，他真不气你了。有一天他也放弃了，跟你一样爱谁谁吧，反正你不理我，我跟别的姑娘玩呗。你的出发点不是也是要试他吗？他的出发点要气你，这不是半斤对八两。所以我想说的啊，我不同意雷老师观点，是我认为你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就原点就选错了，就不应该这么做，多可笑啊！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好好相处。接下来不在一块儿的时光，我们认真去规划将来我们怎么去好好的学习深造，我们怎么去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精彩，我们把自己的感情培养得更加的扎实。真正那一天要分开的时候到来，由于我们珍惜了曾经在一起的每一天，所以我们能够抵御分开之后来自于外界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甚至是诱惑。别让你们的时光和曾经的彼此对对方的喜爱，在这个假的试验期当中消耗殆尽，这叫得不偿失。我的建议是终止试验，继续相处。真有一天异地恋的时候，我们再去面对。还有，我告诉你，小伙子，他没那么喜欢你，特别简单。我现在已经能感觉到了，老师。你才感觉到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像那杨老师这么柔软，我直接说答案。我嗓子不喊哑了。我直接说答案。女生不爱你，没有一个真正相爱的人能主动想分开，而且有点迫不及待。你真正想在异地之前，女生，你想和谁更多的在一起啊？那才是你真正在乎的人。感情当中有4个字叫情不自禁，我却看到你冷漠理性，你不爱他。接下来啊，考验情商的时刻。严品红老师说你不爱他，瞿伟老师说你不爱他，都说你女朋友不爱你。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女朋友爱不爱你？可能在老师眼中，她可能不太爱我，但是她爱不爱我，我觉得就是这不单单说我们在台上的就是一些表现来去判断她爱不爱我，应该是在日常的细节当中。所以你判断她爱不爱你？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一个人他到底爱不爱我，如果我爱他，现场所有人否定他，我站出来顶他。这跟他爱不爱我没关系，因为我爱他。我只要爱他，我不管你们多少人否定他，我就爱他。我都被你说晕了。我爱他是我爱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不能因为说我爱他，他不爱我，我还说他也爱我，我这骗自己呢？我不能这么说。吕老师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见？吕老师觉得这女孩挺爱他的。不，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不是爱和不爱的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是不太敢爱。父母真不是傻子。就如果我儿子跟我在面前提一个女孩提1次名，我可能就先警觉了。他提2次，他说的是很多次，父母还觉得没有跟他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当着你的面还能说那么客客气气的话，说以后你们都是同学要相互帮助啊。很明显父母并不太支持你选他。要是父母你都说那么多次，父母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你和父母之间是有这个感应的，所以现在你说你要适应分离，这个真是一个太美好的框架了。真的是在适应分离吗？还是你心里已经觉得，如果父母有一天反对的那一刻，你现在在给自己真的在打这个伏笔？与其这样，不如大大方方的去问问爸爸妈妈的意见。吕老师，我认为爸妈的意见在他心目中不重要。他自己不敢跟爸妈去说，因为爸妈说了你在大学不能谈恋爱的，他谈了。但是他跟爸爸妈妈表现的是他没谈，我听你们的话了。但这个和他们俩之间关系，他可以阳奉阴违，但是他在两面都做到了他认为可以做到的完美。父母面前他没谈，在这个男孩面前他又珍惜住了。
咱们现场所有的坐在这儿的几位年纪都比你们长，我们的意见都不统一，所以啊，小伙子，你今天是来需要跟他继续走下去，还是需要向我们证明他就是有目的的要跟你分手？你需要做什么？我需要做选择。如果女生坚持说我们就是还是要试验异地恋，你接受吗？那我肯定选择不接受。行，那给你俩设一个出来的限制啊，如果愿意结束这个所谓的什么试验期，正正常常谈恋爱，直到真的去异地求学，你们俩就出来。如果女孩还要坚持试验期，你就别出来了。你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老师们都说了并不看好的道路，那你们自己慢慢走，行吗？我们就不祝福了，好吧？所以请你们两组都回到我们的转门之后，请回到转门后。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官方账号，联系我们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欢迎登录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好，先看一下第一对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他们会出来吗？不会了吧？真没出来呀。这可惜了吧？这有点可惜，这个。毕竟24岁嘛，我觉得还很年轻，彼此的认知可能不能够相融合，也可以理解啊。希望他们都各自安好。那第二组呢？这对能出来吧？能出来哈。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啊，来，请开门。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啊，来，请开门。啊？如果这女孩不愿意停止试验期，我真的觉得她就如我们所猜测不够爱。不过还好啦，我觉得20多岁的爱情嘛，无论怎样都是曾经拥抱过一段美好。那未来的路呢，还是要各自去慢慢去尝试摸索，也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最后都找到一份心安的归宿。好了，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